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立秋后要多吃南瓜，今天分享个南瓜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4个鸡蛋，不用蒸，不油炸，出锅松软咸香，做法比包子简单，比馒头、油条都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块老南瓜和4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南瓜。用刀把南瓜皮削下来不要了，因为南瓜皮比较硬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去皮后再把南瓜对半切开，再分成4份。再取1块南瓜，用小刀把中间的南瓜瓤和籽去掉。处理好以后，再把南瓜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在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1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再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倒到南瓜的碗中。鸡蛋的量可以根据南瓜的量酌情调整。鸡蛋打好后，再用压泥器压成南瓜泥。如果觉得南瓜泥太稀不好压的，我们再倒入绞肉机中，给它搅打成南瓜泥，尽量多搅一会儿，搅得越细腻越好。搅打好以后，再倒大碗中，像这样细腻的南瓜泥就可以。放置温热，再加入4颗酵母，这里的酵母一定要放温热再加进来，如果太烫的话会把酵母烫死。再加一点点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分次少量的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这里的面粉呢，一定要少少的加进来，千万不要一次性全部倒进来。如果一次性全部倒进来的话，和出来的面糊中间就有面粉颗粒，做出来的面食呢也不够松软好吃。面粉呢就像我这样分次少量的倒进来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。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准备一些配菜。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1个青椒，把青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青椒对半切开，把青椒籽去掉。再把青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青椒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也放入盘中。再准备1根火腿肠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取半根火腿肠，给它分成2半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火腿肠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这么多，表面起了很多的小泡泡。再用筷子搅拌搅拌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才会松软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把刚切好的配菜加进来，再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食盐，加适量的五香粉，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
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电饼铛先不着急开火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刷上食用油。油刷好后，再取出面糊，准备2根筷子，像我这样把面糊挑起来，给它转成一个面团，再用手取下来，再放到手心给它团圆，给它团成一个小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到电饼铛里，再用手轻轻按扁，也不用按得太薄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剩下的面糊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小面团，依次放入电饼铛中。因为这个面团等一下会摊大，一次不要放太多，3到4个就可以。同样用手轻轻按扁，给它按成一个薄一点的面饼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撒上一些黑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每个面饼呢都撒上黑芝麻，全部撒好后，盖上盖子，用上下火烙1分钟，把饼烙至定型。1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，现在的饼已经定型了，表皮微微发黄，再用铲子给它翻一下面，每个小饼呢都翻面。现在就开盖烙，不用盖盖，如果盖盖烙的话，温度太高，很容易烙糊。现在就要勤翻动了，每烙30秒呢，就要给它翻一下面，依次给每个小饼翻面。就这样重复操作，每烙30秒翻一下面，直到把饼两面烙至金黄，饼微微鼓起，用铲子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烙熟了。全程呢用中小火慢慢的烙，我这个一共烙了4分钟。再把它取出来放入盘中，像这样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南瓜发面饼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发面饼不用揉面，也不用擀面，出锅要多软就有多软，而且放凉了也不会硬，吃着柔软劲道。加了胡萝卜、青椒、火腿肠和葱花，营养又好吃，做法比包子简单，比馒头、油条都要好吃。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一顿吃不完的，把它装进保鲜盒里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半个月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熟就可以吃了。我们也可以提前1晚上把面和好，第2天早上起来几分钟就能解决全家人的早餐，非常的营养美味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